嫁给小侯爷前，我生过孩子，婆母因此厌弃我，说明我身体好，能生娃。我坐在正厅，力排众议。婆母讥讽说，要不是我对小侯爷有救命之恩，哪能麻雀变凤凰？我又笑了，说明他命好，能被我搭救。不过也不全是魏官命好，毕竟当初救他是我故意为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嫁给小侯爷之前，我不仅嫁过人，还生过一个儿子。这事儿原本是桩秘密，可我的陪嫁丫鬟向潘高枝要做小侯爷的妾室，她钻进婆母的院子，嚼舌根，将我的过往抖落了个干净。婆母本就对我有诸多的不满，她唯一的嫡子武安侯魏官，天皇贵胄，本该配世家嫡女，可她偏偏娶了我这个乡野丫头，还奉为正室大娘子。而且自打我进门耍了些手段，管家的大权也落到了我的手里。婆母每每训斥我，都被魏官护着，她更是气得牙痒痒。如今终于拿着了我的把柄，她自然忙不迭来发落我。正厅内，她叫来2房和3房的婶娘，并几个堂姐妹还有妯娌，生怕看我出丑的观众少了。我迈进正厅，皮笑肉不笑的行礼，而后在婆母右手边坐下。她急不可耐了，不等我坐稳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劈头盖脸地骂道：“好一个妖妇，早早与人私通，还生下个小畜生，仗着有几分身段姿色，就敢来勾引我侯府的嫡子。”我扫视一圈，女眷们的神情多有讥笑。我镇定地喝下一口茶，徐徐说道：“说明我身体好，能生娃，将来不愁小侯爷后继无人。”婆母尖酸地哎呦一声，大家看看我这儿媳出身不洁，反倒沾沾自喜上了。众人纷纷附和他，说我到底是乡里来的野丫头，不识礼数，只摘与讥讽成排山倒海之势。婆母听得满面得意，想给我致命一击：“你狐媚惑主，早该乱棍打死。可我要等官儿下朝，将你的罪状说清楚了，好让他看清你的真面目，你也死得不糊涂。”我又饮一口茶，再次环视四周，最终我将视线落在那个告密者的身上。曾经被我从虎狼窝里救出来，以陪嫁丫鬟的名头带进侯府享清福的罗喜儿，她被我盯得发毛，瑟缩着往后躲。待众人都安静下来，我才气定神闲地张口：“倘若我说侯爷什么都知道呢？他不仅知道我嫁过人，还知道我生过孩子。”我转眸注视婆母，寸步不让，那是个皮肤黝黑的儿子，侯爷还抱过他呢。此言一出，四座安静了好一会儿。婆母一贯晓得魏官宠我，却不知其中深浅，满面犹疑。倒是二婶娘向来口无遮拦，奚落我道：“梁卓玉，你可真敢夸口！私通生子多重大的名目，大郎若真知道，怎能容忍你至今？”我问二婶娘，她想怎么发落我？她看着婆母的眼色，挺直腰板，厉色道：“要我说，大嫂子才是当家主母，这样的丑事，何必等大郎回来？大嫂子只管写下罪状，先打死你这娼妇又如何？”群龙有首了，一个个又嚣张了起来。我没忍住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二婶娘，我刚进府的第3天，你家二公子吃醉酒调戏我，当夜就被侯爷打断了子孙根。我一收笑脸，冷眼扫视过每一个人。若你们今日处置了我，待侯爷回府发现是误会一场，以他雷厉风行的性子，你们谁敢赔命？”二婶娘家的妹妹听出了好赖，将肚子一捂，直叫唤腹痛，拉扯着二婶娘回了自家院子。三婶娘向来是个见风使舵的，她怕我婆母的威压，更怕魏官发起火来六亲不认。毕竟他们都觉得我是个下贱的、不值钱的，拿他们的命换我的，实在亏本。是故三婶娘也忙带着自家儿媳，边扯个由头，急急走了。一场闹剧开场，亦有一场闹剧告终。婆母不得已偃旗息鼓，却还是气得咬牙。她再问我一遍，官儿果然全都知道。我看一眼门外的日头，回道：“算时辰，侯爷就快下朝回来了。婆母亲自去问，也免得您活得糊涂。”我这话回扣她的前言，婆母更是攥紧手帕，指甲直掐进掌心了。无论如何，至少魏官回来前，她绝不敢动我。与其多看我一眼便多生一分气，倒不如躲开好。婆母起身就走，走前不忘讥讽我：“要不是你对官儿有救命之恩，哪能麻雀变凤凰？”我又忍不住笑了，
当即反唇相讥，说明他命好，能被我搭救。不过也不全是魏官命好，当初救他是我故意为之，这事儿连罗喜儿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么乌泱泱的一群人，没一个能打到我的7寸上。听了我这话，婆母更是气得打颤，靠丫鬟搀扶，灰溜溜走了。罗喜儿跟在最后头，本想蒙混过去，我及时抬起脚挡住了他。他不敢走，也不敢留，倏地就跪倒在了我的面前。他的眼泪流得很快，没哭2声，就抽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看着委实可怜。1年前，罗家的茅草房里，就是他这副可怜样，牵得我心软。我拿身上不多的银钱换他自由，带他离开了他亲爹亲娘，离开了那个虎狼窝。我俯身猛地掐住他的下巴，发狠劲儿。罗喜儿吃痛惨叫，我悠悠说道：早知你这么爱给有钱人上杆子做妾，当初我就不该去老财主家捞你了。我伸出另一只手拍打罗喜儿的脸颊，现在我就送你回去，免得耽误你的大好青春。一听要回罗家村，罗喜儿眼中满是惊恐，她拼命冲我磕头，只将额上撞出血来。嫂子，你打死我吧，打死我，我也不回去。嫂子，是了，1年前我也在罗家村，那时我还不是如今的侯府大娘子，我是罗喜儿的嫂子。1年前我刚生下儿子，蓬头垢面，满口粗话。在一个秋雨寒夜，我出狱为官，那时他失温昏迷，为保他性命，我宽衣解带，一丝不挂地将他搂进怀里，为他取暖。等他醒来时，我佯装要逃，故意绊倒在洞口，衣衫敞开，被他看全了所有。魏官喉头滚动，扭过头去，耳廓霎时便羞红了。少年将军能耍动重剑的手，却在碰着我的手腕时，指尖发颤。他扶起我，谢过我的救命之恩，说既然碰了我的身子，自该让我回家。我理了理衣领，回他说我已嫁人，还生过孩子。魏官面上明显黯然，只得问我住在何处，等他回去了，要寄送金银珠宝酬谢我。我禀明了住址，而后小声说道：君爷，却不知你们元帅是谁？小夫人有重要军情禀报，为了救你，已然耽搁数日了。他自报家门，我是武安侯魏官，正是此战统帅。我当然知道，救他的那天，河边伤者成山。我挨个扒拉，摸令牌，看衣着，品级低的聚在一处，等过后叫郎中来看，品级高的则留给我自行搭救。魏官身上有虎符，佩剑上镶着天子所赐的玉珠，品级最高的定然是他。我将他拖到一处荒无人烟的山洞里，精心设计，我变成了朝廷重臣武安侯的救命恩人。我向魏冠迎一拜，说敌军将领正驻扎在我们罗家村，我被征去做奶娘，日日能凑到敌军大将军的面前。我这话也是万般心思，魏官自然能想到破敌之策，之后我们也切实做了。通过我的手下毒毒死了那大将军，魏官早早集结兵将，趁敌军群龙无首之际，强攻夺城，大获全胜。如此，我与他里应外合，更是对他恩上加恩。他向我行大礼，问如此大恩，可该如何报答？那日冬雪初霁，阳光漫洒，我将碎发捋到耳后，问他：君侯起初想娶我，如今可还想娶我吗？冬日暖阳刺得我睁不开眼，魏官凝视了我好一会儿，他对我说道：只要你能拿到休书，靠自己脱困，我便3书6礼，娶你做当家主母。可这谈何容易？若我能轻易脱困，当初就不会流落到这里。那是我生下孩子的1年前，我家本也是书香世家，只是我爹因病早亡，家里余钱支持不了多少年，我娘便重操旧业，做起了归书师。我为他背书香，打下手，与人周旋，日日跟着他去高门贵女院中教书，因此我也读了不少书，知了不少理。娘为我的前程运筹帷幄，还让我在太守夫人膝下拜了干女儿，等着来日给我指一门好姻缘。谁知战火袭来，打得城中民不聊生，我娘便收拾了些细软，带着我出城逃命去了。路上后有追兵，前有趁乱打家劫舍的贼匪，路过一座石桥时，我被人推搡，跌落河中。河水湍急，我立时被冲远，就此和娘走散了。等我再醒来，就到了罗家村。寒舍草屋，
罗大娘一家围在我的床头，笑得不怀好意。罗大娘端一碗热水给我喝，很是亲热的模样。可怜见的丫头，这般好模样，千万别在水里抛出了冻疮。我下意识摸了摸腿脚，却发觉我的里衣里裤都不见了。我穿着的赫然是一身男人的长袍。我当时心中一跳，死死盯住罗大娘身后的年轻男子。那男子圆头圆脑，时刻微张着嘴，眼神四处晃荡，很没有精神气，八成是个傻子。果然，那男子看见我要喝水，突然扑过来，将嘴凑到碗里，如牛饮水，大宝要喝，大宝要喝。罗大娘无奈地抚摸他儿子的头，手把手教他端起来喝水，果见真是个傻子。我气得牙痒痒，却不敢发作，打满补丁的被子下，双手抑制不住的颤抖。这样的傻子，这样穷的家境，想讨媳妇儿自然难如登天。见罗大娘这样殷勤，保不齐已经助他儿子玷污了我。我心下立即起了誓，就算被逼着生10个孩子在这儿，我也要逃，死也要死在求自由的路上。我便镇定心弦，扯出一抹笑，大娘，我和我娘走散了。她身上有些许银钱，您等我出去找着她了，自然拿金银来谢您一家的救命之恩。罗大娘也不与我装傻，舔着脸一笑说，你也瞧见我这一家子的光景，就你也不是为了金银财宝，就是我这儿子缺个媳妇儿，缺人延续香火。果然，除非生下儿子，否则他们绝不会放我走。我掐紧衣摆，往更远处看了一眼，门边站着个怯生生的小丫头，那便是这罗傻子的妹妹，后来背叛了我的罗喜儿。再往院里，却站着3、4个村野汉子，手里拿着锄头斧子，满眼防备地看向我。估计是见我醒了，罗大娘的丈夫去叫来的人手，生怕我跑了。我知道我跑不掉，索性放开了手，在炕上坐直，直勾勾盯着罗大娘说道，做媳妇儿可以，只是有3件事，你们若不答应，我就是咬舌自尽，也不便宜你这傻儿子。第一，我要吃饱喝足，睡热炕。第二，想来你儿子已经碰过我了，待诊出我没洗脉前，他不准再碰我。第三，我扫过这群虎视眈眈的妖魔，自知绝不能把想走的心思透露出来，不然迟早要被打断腿锁起来。罗大娘热络地拉起我的手，好孩子，你既安定了心思，我什么都依你。第三是什么？你快说。于是我见鬼说鬼话道，第三，我既来了你们家，既然已经坏了身子，便也认命了。以后既是一家人，你们万不可拿我当牛马使唤，我照旧是要读书写字的。读书写字在这里没用，但我总有机会能靠读书写字翻身，哪怕是10几20年后，等我完全获取了他们的信任，诓骗他们去代写书信赚钱，将信息传递出去，也是个逃跑的法子。我如今还没生出儿子，罗家自然对我百依百顺。罗家村在山中，依着一条湍急的河流，我清楚知道，就算我能跑出这个院子，满村子又都是他们的亲朋好友，都会来抓我。就算我逃得开满村的人，深山老林不识路，搞不好也要喂到野兽的肚子里。所以我乖乖坐定，连这个院门也没打算出去。我虽表现得乖巧，罗大娘却对我处处提防，白日里锁我的房门，夜里睡我外侧。罗大娘的丈夫罗满仓一向看轻女子，骂她的女儿罗喜儿是赔钱货，反倒笃定了我不会走。老婆子，你防那么紧作甚？外边打仗，他娘10有8九没命了。横竖他没人也没钱，跑出去还不如留咱们这儿，相夫教子才是他的指望。我长叹一口气，潸然泪下，公爹此言正戳中我的心窝了。我也是料想我娘早没了性命，与其出去举目无亲，还不如咱这儿好赖现成一个家，不致我饿死街头。罗大娘一听，这才安心不少，给我再递来一块糙面饼。好孩子，等你生了儿子，来日封将拜相，给你这座娘的封个诰命，才有好日子等着你呢。表面上我连连附和，内心不禁冷笑一声，就你家这生傻子的血脉，还敢妄想封将拜相？胳膊腿儿齐全都算好了。不过这家倒是还有一个明白人，就是我那小姑子罗喜儿。他爹不准他上饭桌，他娘不给他饼，只给他一碗清汤，能照见清晰的月影。他蹲在门槛上，怯生生的小声说，这是强抢民女，要坐牢的。他没指名道姓，但我们都门清儿，他是在骂他爹娘。罗满仓立马变了脸，将筷子拍在桌上，
站起身，抄起屁股底下的板凳。他扬起板凳，气呼呼冲过去，死丫头，嘴里胡嚼什么？我立马起身去拦，罗喜儿也翻身要跑，可谁能料想，这个亲爹半点没犹豫，手落得极快，一板凳拍在罗喜儿的侧腰上，打得清瘦的姑娘栽倒在院里，直咳嗽。罗喜儿是唯一一个为我说话的人，我忙跑去扶她。罗大娘帮着拦下罗满仓，我以为她再不拿我这个儿媳当人，也该心疼自己的亲女儿。谁知她却对罗满仓说道：“眼瞅着喜儿快到来月事的年纪，你现在把她打破了相，以后可怎么叫那几个财主相看？连我才来几天都知道，村里的几个财主，最年轻的都50好几，已经做祖父了。”我没忍住张口道：“喜儿如今还是个小丫头，她若嫁去那些荒淫无度的老财主家里，无异于往火坑里跳呀。可我的话哪里管用？我自己尚且都是个被罗家夫妇抓进火坑的绵羊，所以他们否了我的话。罗满仓叮嘱罗大娘，时时刻刻盯着，等喜儿来了月事，立马就去相看几个老财主。夜里，喜儿来找我，哭都不敢放声哭，她趴在我怀里啜泣，抽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又心疼又无奈。我悄悄对她耳语：“喜儿，有朝一日，我们一定要一起逃离这里。”她渐渐止了眼泪，到底也没信我的话，只叹着气摇头。是啊，那会儿的我，哪怕公然和心黑的罗氏夫妇叫板说我要逃，他们也只会嘲笑着打开院门，亲自把我扔到深山老林里，问我10万大山能逃到哪儿去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一定会逃出去，哪怕是不择手段。那之后，我便愈发乖顺。苍天见怜，没让我醒着的时候，再被罗傻子糟蹋一次。我接连3个月没来月信，罗大娘找了郎中来把脉，我又喜了。娘教我读书写字，我便懂了许多道理。我读班昭修缮史书，读梁红玉抗击敌兵，读冯了持节出使诸国，便知女子并不低男子一等。如今我怀有身孕，本该生儿生女都好，可我只希望我能一胎得男，是个傻子都不要紧，能助我逃出去就好。直至7个月后，鬼门关前走一遭，老天有眼，果然让我生下一子。战事又起，被打退的敌军将领正巧驻扎在村里，他随身带着的小妾也生下孩子不久，缺奶水，便派人四处搜奶娘。我半推半就去了营地。说来也是这将军糊涂，谁出征在外带个女子？知道的是上沙场，不知道的以为是进风月场呢。见我老老实实生了儿子，每过2、3日做完奶娘的活就回家，所有人都当我是死心塌地了，便由着我出院门。再之后就是河边故意搭救魏官，我一直在等一个逃跑的好契机，魏官便是救了他，我就能离开这个虎狼窝了。可他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好骗，救了他的命，又帮他擒贼擒王，还带他回去抱了我的儿子。我以为万事俱备，只欠我张口的东风，可等我真说了要他娶我，他却打量起了我。他和我一样，父亲病故的早，年纪轻轻时就要守着寡母过日子，但却又不大一样。他年少承袭侯位，朝堂上多有人拉踩，院门内2房和3房又是虎视眈眈抢侯位的贼亲戚，非得挣来实打实的军功，才能在吃人的地境立足。我是用小意温柔和乖顺多情牵动了他的心，但他大概也能品出几分我在利用他的意思。魏官将眉梢一挑，墨黑的眸子里满是质疑：“你带我回家，让我看到你房里翻烂了的兵书，你又不小心推开茅房，让我看到你的傻子夫君。”他凑近我，河水的粼粼波光在他眼底浮动。魏官凑得很近，近到我能嗅到他盔甲上的铁锈味。梁娘子，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我仰头直视，不言也心。我与小侯也一样，年少失去父亲，孤儿寡母打拼，为了活下去，有的是手段。他逼近一步，问我为何不早早让他做主，他也能救我出去。我亦不甘示弱，更向前一步，柔软身段贴上他冰凉的甲胄。小侯爷，出去算什么本事？我要我这辈子都有个荣华富贵的着落。我知道他该配那些世家贵女，可我能给的，他们未必给得了。君侯，你若娶我，必保你家宅稳如泰山，再是虎狼环伺，我也能咬下他们的一块肉来。和聪明人要说聪明话，所以打从这开始，
魏官就知道我在图什么。他似是被我的话打动，忍俊不禁，眼中霜雪消融。当初我身负重伤，你本可以一刀捅了我，却还是救了我，至少说明你不是敌军的人。魏官仍在打量我，眉梢眼角都是玩味。我猜他正在揣测，会不会连当初救他的那一环都是我的算计。魏官接着说道，那时我说想带你回家，也是真心想报恩。你今日既然就是重提，我也不想食言。但因着我的处处算计，他只留下1包银子，就打发了我的救命之恩，但又给我留下一线希望。梁卓玉，只要你能拿到休书，靠自己脱困，我便3书6礼，娶你做当家主母。魏官潇洒转身，一边背对着我挥手，一边笑道，本侯倒很希望能引你进门。真是一个寸步不让的人精。气得我捡起一块石头砸过去，明明瞄准了头，他却像是没甚感觉，笑得更大声了。这点力道可不足以打动本侯，看来要打动他，还要心肠更狠。当天我先拿着银子去老财主家买回了罗喜儿，我给了他1点银两，让他租好车就去村外躲着等我。他不可置信地掐住我的胳膊，嫂子，你真能带我逃出去？我拍拍他的手，只要你不背叛我，我一定带你远走高飞。我有意将视线落在那点银两上，他明白我给他的只够租车，还不够出去讨生活。见罗喜儿头也不回地跑去找马车，我镇定地回了罗傻子家。进门时，罗大娘怀里抱着个小的，脚下哄着个大的。罗傻子是真傻，从小到大都爱缩他娘的脚趾。罗大娘瞧见我，怨怪道，送人也不该这样久，还不快来带孩子。此前魏官被我引来院中，为着我的救命之恩留下了不少银钱，那些钱让他对我更放心了些，现如今都不搜我的身了。所以在我接过孩子时，我立马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抵在婴儿的颈间。谁都别想把我困在这里，包括我怀胎10月生的亲儿子。见状，罗大娘霎时吓惨了，哎呦一声，跌坐在地。了不得了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这可是你怀胎10月生的儿子啊！呸！我啐到罗大娘脸上，10月怀胎再了不起，那也是我自己的肚子，该由我自己做主。我手中用劲儿，刀尖立马戳破了孩子娇嫩的肌肤。罗大娘慌了，问我究竟要干啥。当初我被捉来时，李正是他们的亲戚，合起伙来威逼利诱，让我按指印签下婚书。按理说我是被拐来的，要不要休书并不重要，只是我知道这是嫁给魏官的投名状，他要我证明我有这个反咬虎狼的狠劲儿。我要休书。我咬牙切齿地说。见罗大娘半晌不动弹，手中更用了力，一串血珠滑落襁褓，婴儿哭得更凄惨了。罗大娘见我真敢杀亲儿子，忙翻起身去找隔壁会写字的三伯。不多时，门口便围了乌泱泱一群人，个个都在骂我心狠，个个都在劝我把刀放下，好好过日子。我越听越想笑，索性大笑了几声。一群狗辈，当初他们拐我来奸污我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骂他们心狠？你们怎么不劝他们把我放了？此话一出，人群霎时安静了。装的什么理中客，要不是为了偏帮自己人，有的人根本不会张口。等休书写好时，罗傻子往我身上撵，嘴里胡沁着媳妇儿媳妇儿。我忍下反胃，由着他凑近我，然后看准位置，反手拿刀划破了他的嗓子眼。他的脖子上一道口子，鲜血从那道口子里喷涌而出，溅了我一脸。罗满仓刚干完农活回来，一看到这副光景，和罗大娘一同栽倒在地。罗大娘跪爬过来捂住儿子的血口子，一边骂我一边喊郎中。罗满仓举起锄头，满目恨意地朝我冲来，贱人，我杀了你！而我原将刀尖对准婴儿的脖颈，冷笑道，你们亲儿子活不过今天了，要是想把亲孙子也一起葬了，只管来杀我。罗满仓最瞧不起女子，如今也要无力地跪倒在我这个女子面前了。那天我杀死了玷污我的罗傻子，拿到了给魏官做投名状的休书。我用婴儿威胁了一路，一直到我走到村口，坐上罗喜儿租来的马车。罗喜儿藏在马车里，不敢见他爹娘。我知道闹了这半天，肯定有人通风报信，让亲戚在半路拦我。所以我说道，这孩子我要带到山下县里去，
谁敢偷偷跟我，我就立马杀了他。他们自然想不到，我和罗喜儿没日没夜奔逃，一路带着孩子到了州府衙门。我敲击登闻鼓，状告罗家村村人拐我生子。那之后，罗满仓夫妇便被逮捕入狱，留待秋后问斩。至此，我将害我的人全送进了18层地狱。幼子虽无辜，但看着那张和罗傻子极像的脸，我着实对他没情分，便送给了情愿收养的乡野人家。之后，我便带着罗喜儿进京了。春草绿时，我登了武安侯府的大门，守门小厮问我是谁要作甚，我递上休书道：烦请小哥将此书交于你家小侯爷一看，他会亲自来引我入门。帝京繁华热闹，街市上人来人往，见我这副奔波千里的狼狈模样，路人都笑我痴人说梦，说小侯爷是御前重臣，名门贵胄，怎会搭理我这乡野村妇？可为官守信，当真亲自出门来迎我。他还力排众议，在2个月后娶我做了侯府正妻。所有人都说我不配，连被我救出来的罗喜儿都怯怯地说：小姐，这高门大院的，我们哪敢落脚呀？大婚之夜，红烛高堂，金碧辉煌，连脚踏上都绣着金线。我盖着红盖头坐在正中，向罗喜儿说道：这都是我应得的。喜儿，你记住，以后要叫我大夫人了。我知道，这婚房之中站着不少来做眼线的嬷嬷，等不到明天天亮，他们就会去回禀我的婆母和2位婶娘，说我妄自尊大。可到底是不是我应得的，就算世人都否认，他魏官也抵赖不得。洞房花烛夜，鸳鸯锦被中。他吃了酒，刚毅的武将面孔染上几分胭脂色，倒是说不出的痞气好看。魏官被我扑倒在床上，审视我道：听管家嬷嬷说，你说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。看来这府里的长舌妇们比我想的腿脚还要麻利。告到魏官面前，不就是想在新婚夜就让我挨夫君的教训，从此知难而退吗？我偏不遂他们的愿。在魏官的审视中，我牵起嘴角，徐徐笑了起来。但比起开心，我的脸上更多的是志得意满。我低头吻住他，痴缠之下，勾得他喘息渐重，反将我压在身下。盯着那双迷离的眼睛，我笑得胜券在握。魏官，连你这副好身子骨也都是我应得的。他终于忍俊不禁，狠咬了我的唇。夫人当真是胸襟海阔，质量山高，以后可要仰仗夫人过活了。魏官彻底向我臣服，竭尽心力，只愿博我一笑。风月情浓，原也是件妙事，如今我自该好好享受一番。后来我10岁之位，连着1个多月，天刚擦黑，便拉了魏官拴了门。晴云雪夜，星移月落，也不止息。除夕夜守岁，人人都在煎熬，唯我俩只恨夜短。于是长舌妇们又坐不住了，奔走相告，以致我嫁进来还没多久，在添新罪名，不知廉耻，不知节制。夜里，我伏在魏官壮硕的胸膛上，抚摸他锁骨下的一道刀疤，笑问他：君侯若是累了，我便节制一点，知一知廉耻，可好？他一只手便钳住我的2只手腕，反绑在我背后，逼得我紧贴在他身上。耳鬓厮磨，他一仰头，咬开我的衣带。我想拿京郊的怀素别院同夫人比试一场。怀素别院指那块地皮就值万金。我来了兴趣，挑眉问他比什么。我若比夫人先喊累，便将怀素别院送给夫人做戏楼。魏官坏笑一声，不由分说，拉上帷帐。那晚我累得早早睡着，他还是将怀素别院的地气房契放在了我的枕边。迷迷糊糊间，我只觉唇上落下一个温柔的吻。魏官紧紧抱着我，语气里又爱又恨。梁卓玉，来日我若战死沙场，哪怕是为我这身好体力，你也该为我哭一场吧。要我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哭丧，便是要我动情。人会想要什么人的真心，往往是因为自己先动了心。因爱生期望，因爱生畏惧。说到底，魏官你还是命好，得不到我的心，好歹得到了我的人，再强求可就没意思了。若我心里还惦记什么人，那就只有我娘。魏官喜欢我的性情，时常夸我举世无双，不落凡俗。这可不只是因为我争气，更是因为我娘把我教得很好。她教我知书识礼，教我自尊自爱，教我即便身处困境，也要为自己搏一搏。是她让我打小就觉得
我这条命也不比别人的低贱，也值得被人珍惜爱护。娘便是最珍爱我的那一个。所以自打我第一天嫁进侯府，我就立马四处张贴我娘的画像，命人去寻找。我向来不信神佛，但为着我娘，也时常去佛寺祷告。连卫官都曾说我，要是能找到你娘，怕是让你用现有的一切去换，你都乐意吧？我点头应是，他带着无名的醋意，呛声说，舍了我也无妨，是不是？我想编排几句好听的话哄他，才要张口，便被他一拂衣袖打断了。眼见到了饭点，我看着他往外走的背影，问道，君侯可还回来用膳吗？卫官气急了，转身大步流星走来，将我打横抱起，扔到榻上。他一边蛮横地吻我，一边气呼呼地说道，我真恨不得把你的心掏出来，再把我自己装进去。越恨越起劲儿，横竖受益的都是我。最后他还自己把自己哄好了，怪我当初让你独自去解决，你现在才这般不依赖我。他环抱住我，将脑袋埋进我的颈窝，又无助又委屈。他问我怎么才肯与他交心，我眼珠子一转，撒了会儿娇，委婉地和他要了掌家之权。他那时的表情很精彩，无助尚未消散，无奈又上眉头。卫官气笑了，掐一把我的腰，你对府内众人该威逼的威逼，该利诱的利诱，他们早越过母亲来听你的差了，又何故求我这一遭？我笑着亲他的脸颊，总还是要夫君出面言说，才算名正言顺嘛。婆母向来嘴硬，却耳根子软，容易被人唆使做错事，又时常守着陈旧的俗规，不知变通。只收拾他摆弄出来的烂摊子，我就费了不少功夫。卫官自然也清楚，便照我说的做了，愈发将何府事宜都交给我来处置。日子本也能这么顺风顺水的过下去，可谁知见我在卫官面前风生水起，罗喜儿却动了歪心思。这个被我救出来的姑娘，如今要将我推回火坑去。她想投靠婆母，让婆母做主，将她收进卫冠房里做个妾室。唯一能拿来谈条件的，便是说些我这个婆母眼中钉的丑事。当年卫官来看我儿子时，罗喜儿被老财主关在深宅大院里，自然不甚清楚，所以他以为我嫁人生子这事是瞒着卫官的，只要他说出来就能扳倒我。可谁知一屋子高门贵女全被我堵了回去，连婆母也奈何不了我。她只能跪在我面前连连求饶，要我原谅。我问罗喜儿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她啜泣着说道，我只想着你这种给傻子生过儿子的都可以，我比你更年轻更乖顺，凭什么就不行？我无奈地摇摇头，这姑娘当真是没救了，你和他们一样蠢，都以为卫官娶我是为了报救命之恩。罗喜儿怔住，反问我，不然呢？我长出一口气，轻轻挥了挥手，侍卫立马上前来押解他。罗喜儿，我感念你曾经为我说过好话，所以把你救了出来，还带你来侯府享福。如今你存了害我之心，我断不会再留你。我可怜他，对他好，是想让他同样回报我善意，可不是让他来恩将仇报的。我说了罗家村的地址，命侍卫将他原路送回去。罗喜儿拼命挣扎，涕泗横流，双腿抵住门框不肯走。梁卓玉，你信不信我死给你看？我徐徐饮一口茶，如今侯府的这群人里，你是最清楚我当初有多惨的。倘若侯爷当真不知道我曾经嫁人生子，当真因此杖杀了我。我扭头最后看罗喜儿一眼，你都不管我的死活了，我凭什么还要管你的？我凉凉笑了一声，嘱咐侍卫好生看管，务必将他活着送到罗家村，不可脏了侯府的门楣。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贵人相助的机会，而浪费机会的人就该受到惩罚。后来二房和三房的人依然时有挑拨，但自打生子风波后，婆母便彻底偃旗息鼓了。她同卫官私下说，并不是接纳了我，她只是见我俩夫妻一心，固若金汤，再闹下去伤的只有我们自家的面子。我听卫官转述，笑道，婆母终于看清了，二房和三房跟着她闹我，说到底就不是冲着我一个人来的。想开了好，以后一致对外，更是铜墙铁壁。府里越安生，我就越想我娘，不知她有没有吃饱穿暖，有没有被善待，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。我想大约是老天又对我发了次善心，在我怀胎6个月时，府兵来报说找到了我娘。
距我俩走散已然过去了4年，可如今阿娘也不过40出头，许是这4年颠沛流离，头发全然灰白了。下人将她引到我的面前，我俩先是互相拉住手，看了又看，最后缓缓拥抱，将眼泪流了又流。我伏在娘的肩头，只觉她骨瘦如柴，我心疼得如刀割。娘，你受苦了。她一抱紧我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的玉儿也受苦了。我强自镇定一笑，故意在她面前炫耀我的玉钗金镯。娘，我没受苦，真的。你看我现在可是侯府夫人，享尽荣华富贵呢。我这辈子都不要让娘知道我在罗家村的过往，免得她伤心难过。可她一眼就看透了我，攥住我的手。她心疼地看着我，像看着小时候在爹的灵位前哭得断肠的我。谁家的侯府大娘子，满手都是茧子呀。娘抹挲着我的手心，满眼都是悔恨愧疚。她恨自己当初没在桥上拉住我，恨自己这么多年没找到我。她恨自己不能替我去受那些苦。我再也装不了镇定，哭得泪如雨下。我抚摸娘的白发，抚摸娘的嶙峋瘦骨，我也恨自己没有再早些寻到娘，好好照顾她。娘双手捧住我的脸，轻柔地抹掉我的眼泪。从小到大，我每一次哭，娘都会这样温柔地捧我的脸。别的爹娘都不爱听女儿哭，唯有娘高兴，流眼泪好，泪水把愁苦都冲走，玉儿的心上就松快了。所以娘一摸我的脸，我霎时就消了许多痛苦。娘柔柔地笑着对我说：玉儿，如今多好呀，你还活着，娘也还活着，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正是这样坚韧乐观的娘，才教养出了同样惜命的我。娘起初被我安置在怀素别院里，可我想她，恨不得整天都黏在她身上，时常3、5天连侯府也不回。魏官坐不住了，便修缮了一处和婆母住的同等规格的院子，将我娘接进了侯府。2房和3房的还要生事，故意找茬到我娘面前，说是我存心攀高枝，闹得侯府鸡犬不宁，何该让我娘领回去。我娘在我面前是最温柔体贴的，可这些年她一个孤女走南闯北找女儿，却也不是吃素的。娘当即回呛道：什么攀高枝？他魏君侯娶我女儿可是3书6礼8抬大轿，心甘情愿娶回家做管家大娘子的，说明我女儿配他，配得绰绰有余。至于鸡犬不宁，娘将一盆脏水泼到2婶娘和3婶娘的身上，你们若不来闹这一场，我还真见不着什么鸡犬不宁。彼时魏官正陪我在娘的房中吃蜜饯，听了这一场戏，我俩都乐得笑出了声。魏官说我这泼辣的性子原是随了我娘。我立马反驳道：把别人泼来的脏水泼回去，这就算泼辣吗？我娘这么好性子的人，都被你侯府的亲戚逼成这样，可见是住不了了。我已临近临盆，拖着大肚子便要搬家。魏官连忙讨饶，娘也知道我在耍小性子，扶着我原坐下。后来在一个晴朗的晚秋，我生下了一个女儿。女儿芙蓉面，杏圆眼，和我娘年轻时很像。我让娘给女儿取名，她思忖片刻，念了句诗：时人不识凌云木，直待凌云始道高。此诗名曰小松，讲的是小松树最初长在深草中，等被人发现时，已经比野草蓬蒿长得高了。当初那些人不识这小松能高耸入云，直到它长势凌霄，人们才知道它的高大。娘抚摸我的脸颊，柔声说道：我的玉儿便是这凌云木。于是娘便给我的女儿取名叫做凌霄，魏凌霄。后来的后来，我不再生子，2房与3房又蠢蠢欲动，说我们大房后继无人，以后要让他们的子嗣承袭侯位。我嗤之以鼻，带着凌霄去了教场。我命魏官教女儿如教兵将，无论如何要让她有个安身立命的本事。当年罗大娘倒是有一句话说对了，我的孩子后来征战沙场，做了名垂青史的女将军。她殿前封疆，以女子之身承袭侯位，还为我请封了诰命。再后来，我为娘养老送终，她走时是90岁高龄，世间罕见。抚摸着墓碑上阿娘的名字，我对凌霄说道：时人不识凌云木，直待凌云始道高。我娘便是一株凌云木。凌霄见我伤感，将我揽进怀中，轻声说：我的阿娘也是凌云青松。魏官40多岁上战场时，被人一箭射穿了左腿，伤得太深，不可再习武，
从此便领了闲职，与我共居京中。到了晚年，我俩依旧如刚成婚时融洽。我站在廊下斗鹦鹉，他坐在院中擦拭银枪。将军卸甲，心却始终热忱，虽几十年不曾上阵杀敌，配枪依旧被他磨得锋利。晴好的初冬午后，园中寂寂，他背对着我，蓦地问道：“玉儿，我想问你一个俗气的问题，你可曾对我有过片刻的真心？”他始终没回头，我也默契的没有走过去。我想了很久，久到初雪飘落。我回他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最看重真心的年岁里，真心却是对我而言最没用的东西。嫁给你之后的幸福喜乐是我想要的，我也同样盼着你圆满。他听明白了，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向来错综复杂，何况我们相伴几十年，只看一眼便能懂彼此的心思，早已是千丝万缕，捋不出个头绪来。能得一个相伴终老、幸福喜乐的结果，便已是圆满。最后的最后，魏官抱着他的银枪，轻笑了一声，似有遗憾，又似了无牵挂。他蓦地垂下双手，静静地离世了。这样也好，我送他最后一程，免得我走在前头，他又伤心难过，懊悔自己没将我照顾好。到我临终时，回忆如走马灯，渐渐既不真切了。我多看了几眼凌霄，而后用最后的一丝力气，仰头看着院里的青松，好奇它到底能生长多高。但不懈向上生长，总归是好的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